这是一枚空对空导弹被发射，这是一枚精确制导炸弹被发射，这是一枚萨姆防空导弹被发射。这些呢，则是洲际弹道导弹被发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按一下按钮就能够开火了，非常符合现代武器的气质。说到现代武器，榴弹炮也应该算吧，但它开火的画风是这样的。没错，靠士兵猛拽一根绳子来激发，怎么回事？它是直接从一战穿越过来的吗？先别急着下定论啊，你还没有看到更大的反差呢。自行榴弹炮，这个绝对是现代的产物了吧？有先进的火控系统，有自动化的装填机构，但至于它的激发嘛，也可能是拽根绳子哦。所以，为什么开大炮就非得要拽根绳子呢？难道没有比它更好的方式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大部分的火炮采用的都是两种激发方式。一种叫做针激发，另一种叫做电激发。顾名思义啊，针激发就是靠撞针去撞击炮弹的底火，从而引燃发射药，将弹头推出去的。而电激发呢，则是通过炮膛内的电打火装置来点燃发射药，发射炮弹的。前者的好处是用途广、更可靠，后者的好处是发射快、效率高。所以在对射速没有太高要求的榴弹炮、坦克炮、舰炮上面，广泛使用的还是针激发的方式。而看上去极其复古的拽绳子，其实就是在将撞针拉出后，使其回弹去打击炮弹底火的过程了。它的工作原理相当简单，下面我们来看看。那根绳子叫做拉火绳，拉动的东西叫做激发器。激发器位于炮筒底部，有点像是一个小扳手，扳手的一边挂着绳子，另一边连着炮尾，中间则通过一个长得像是钩子的扳锁勾住撞针的尾部。当绳子往外拉时，撞针也被扳锁一并往外拉，于是撞针弹簧就受到了压缩。等拉到极限位置时，扳锁脱钩，撞针在弹簧的作用下猛地回弹，打击底火，炮弹就被直接发射了出去。就这，是不是感觉比枪械的激发原理还要简单啊？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全程机械将那根看起来很不协调的绳子给去掉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安全，另一个是成本。先说安全啊，火炮在射击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尤其是大口径的榴弹炮，一开炮，整门炮外加附近的地面都会剧烈的震动。所以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很多火炮在完成所有射击准备后，全员就不能再接近炮身了，否则很有可能被撞伤或者是震伤。既然连炮身都无法接近，那怎么开炮呢？就只有拽根绳子了嘛，简单实用，还有安全可靠。另外，即便有一些火炮配备了更加先进的激发器，可以让炮兵在不离开炮位的情况下直接搬动来开火，但是开出的头几发也必须要拽绳子，它叫做稳炮射击。这是因为火炮在阵地进行第一次发射时，炮膛的温度较低，火炮助退机和附近机都没有被良好润滑，底板和柱础与地面结合不严，总体上呢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站在它旁边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当头几发炮弹射出，在后坐力的帮助下，炮身已经稳稳地跟地面结合在一起后，才能把绳子收起来。但你不见得一定会舍得把绳子收起来哦，因为它便宜啊。对的，便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因为作为一个需要大批量生产和列装的传统武器，火炮需要的不是什么技术含量，而恰恰是量本身，所以价格自然是压得越低越好啊。说到价格呢，还有什么遥控方式比有线来的更便宜呢？还有什么比不用电不用油的绳子来当这个有线控制的工具更直接更可靠呢？大道至简，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所以炮兵拽绳子这个画风我们还要再继续看上很多年啊。好了，最后我们来互动一下，这个从炮栓的小孔里面塞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呢？你能猜到吗？发弹幕或者留言来告诉我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是一台徕卡 M3 旁轴取景相机，在它的正面有一大一小两只明亮的眼睛。这是一艘旧日本海军的大和号战列舰，在它的舰桥顶端呢，也有两只左右伸出的大眼睛。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干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叫做光学测距仪，是用来测量距离的。相机测距呢，是为了拍出清晰的照片，而战列舰测距就更加重要了，是为了打中敌人的要害。
射击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个概率问题，哪怕再厉害的狙击手用再精确的狙击枪，都不太可能把前后2发子弹打在同一个孔里面，所以就有了命中区这个概念。它是指打靶时从子弹落在靶子上的最高点到最低点之间这样一个被允许的误差范围。而舰炮的射击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打击的不是一个2维平面，而是一个3维空间。一艘战舰在水面上既有宽度也有高度，舰炮的落点既可以是压在目标战舰的宽度范围之内，也可以划出目标战舰的宽度范围之外。此时呢，弹道的延伸轨迹虽然会落入到距离目标稍远的水当中，但实际上还是可以命中目标水线以上的部分。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说明，在2公里开外有一艘宽度为30米、舷高为10米的敌舰，我们向它开炮，弹左脚为19度。从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左侧和右侧2个弹道都是可以命中目标的。右侧弹道延伸到水面上的落点同左侧弹道在水面上的落点之间有53米的范围，实际上是大于敌舰的宽度的。这个宽度叫做危险区，它代表着舰炮在射击时被允许的最大弹着误差范围。显然越大越好。打30米宽的船却有着53米的误差范围，这样看起来打舰炮好像更容易咯。其实不然啊，只要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危险区的大小跟弹着角的大小密切相关。弹着角越小，危险区越大，射击误差允许的范围也就越大。而弹着角越大，则危险区越小，就越需要精确的瞄准了。等到它去向于90度的时候，危险区几乎就只剩下一个舰身宽度的范围了。那弹着角的大小由什么决定呢？由2艘舰之间的距离决定嘛。距离越远，越需要打高抛物线，弹着角自然就变大了。难怪早期打海战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凑近了打。但后来各方的武器都在不断升级，交战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样也就把危险区越压越小，留给射击误差的范围也就所剩无几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提高测距精度了。重任交到了我们视频一开始说的光学测距仪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大和号上的测距仪我是没法给大家扒开的，但徕卡上的测距仪工作原理跟它几乎是一样的，可惜我有点舍不得拆开啊。没关系啊，那就换一台佳能的经典旁轴相机。虽然测距仪的构造简单了点，2个眼睛之间的距离近了点，但还是可以说明问题。我们就拆它了。它的原理呢，大概是这样的：这左右2个孔都能够成像，主孔的成像直接来到取景器，小孔的成像通过2面斜面镜反射到取景器里面。所以取景器里面实际上是可以看到同一样物体的2个影子的，它们原本是错开的，因为一左一右2条光路是彼此平行的嘛。但是小孔里面有一个透镜是可以转动的，它能够将原本平行的2条光路交叉起来，而交叉点出的影像在取景器里面看起来呢，就完全重合在一起了。你看剩下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几何问题了，把交叉点主孔、小孔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它的直角底边长，也就是2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已知直角高和斜边之间的角度，也就是刚才我们转过的小透镜的角度，已知。代入公式一算，直角高就出来了，而它不正好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离目标位置之间的距离吗？当然，实际上我们啥也不用算，因为只要是转来将2个影像重合在一起后，从刻度上我们就已经能够读出距离了。这个测出来的距离相当精确，而且会随着2个眼睛之间的间距拉大，也就是直角三角形的底边边长拉大呢，变得更加精确。它叫做测距基线。大和号上的测距仪之所以要左右伸出那么宽，就是为了获得足够长的测距基线。而把徕卡跟别的旁轴相机放在一起看呢，你也会发现它的测距基线是人家的好几倍，难怪价格也要多那么多倍了。好了，这就是今天关于舰炮射击和光学测距仪的知识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知识讲给你听。这个是一辆正常的坦克，炮塔可以带着炮管转，但炮管自己在上下俯仰的时候呢，却不会影响到炮塔。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坦克不都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告诉你啊，有些坦克它就是不爱走寻常路。比方说法国的 AMX-13轻型坦克，它的炮塔就非常特殊啊，因为它需要跟炮管一起上下摇头。这种坦克炮塔叫做摆动炮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优点有哪些？缺点又有哪些？
以及为什么这种炮塔设计在现代战场上毫无立足之地呢？作为对比咱们先来看看常规炮塔是怎么工作的。它们安装在车体上的炮塔环上，炮塔可以在这个环上360度的自由旋转，炮管安装在炮塔前部，可以围绕着安装点上下摆动。这就意味着通过旋转炮塔，炮管可以指向任意的方向，并且可以通过俯仰来瞄准坦克上方或者是下方的目标。这种系统自 FT-17到 M1 Abrams 等大多数坦克都在使用。而摆动炮塔呢，它的旋转和俯仰方式则完全不同了。首先，炮塔本身分为2个部分，下部炮塔有时称之为环座，它的功能与常规炮塔相同，它与炮塔环结合，可以360度的旋转，提供快速的指向功能。上部炮塔则塞进了一整根炮管，并且最重要的是，炮管是固定在上部炮塔内的，不能自行俯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转动整个上部炮塔来实现炮管的俯仰啊。说实话，这就搞得有点复杂了啊，就像是明明转动眼珠子你就能够看到隔壁桌的美女了，你非得把眼珠子固定住，然后来把整个头给转过去。所以，除非是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优势，否则工程师是绝不会考虑这样的设计的啊。尽管他们是法国人，好吧，优势就来了嘛。首先啊，这意味着炮塔环可以做得更小啊，请记住啊，坦克外露的炮管只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炮塔内部还有大型的块状的炮栓，装填手需要将炮弹装入其中，因此啊，当炮管扬起时，也就是炮口指向上方时呢，炮栓就会下降。在常规炮塔当中，炮塔环必须足够大以容纳炮栓的下降，而在摆动炮塔当中呢，这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当上部炮塔通过扬起自己来抬高炮管时，由于耳朵的位置比较靠后，于是炮栓下降的距离就会小得多了，因此就可以采用更小的炮塔环，进而使用更小的炮塔。要知道啊，炮塔环直径也是影响坦克宽度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摆动炮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在小型坦克上安装大口径火炮，正如 AMX-13的情况，它小归小，但是却能够装上一枚105毫米的主炮。接着就是第2个优势，还是跟炮栓在炮塔内的移动有关的。当常规炮塔向上抬升炮管时呢，炮栓会下降到炮塔环的内部，而如果炮手压低炮管向下瞄准时呢，炮栓则会上升，于是坦克炮的俯仰就受限于炮栓的上升和下降的高度了。你总不能够让炮栓顶破炮塔吧？而俯仰角度是坦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因为俯仰角度越大的坦克，在丘陵以及类似地形上开火时可以暴露更少的炮塔部分，很有效的就隐藏了自己嘛。通过将炮管固定在上部炮塔内，摆动炮塔坦克为自己就赢得了相当不错的俯仰角度，基本上它只会受到下部炮塔形状或者是炮管撞击到车体的限制，准确说是撞击到发动机甲板上。你可以在 AMX-13上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该坦克的炮管实际上呢是不能扬得太高的，因为炮塔后部会撞到车体的后部。为了应对这一点并最大化俯仰角度，摆动炮塔会尝试将炮管尽可能高的安装在上部炮塔当中。不过咱们有句老话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样的尝试带来了它自己的优缺点。摆动炮塔坦克可以在障碍物上露出很少的炮塔部分，但其炮塔本身又通常较高，就像 AMX-50那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装填炮弹，摆动炮塔设计再加1分，因为装填手在上部炮塔内，所以它会跟炮管一起移动，炮栓相对于它的位置呢就始终相同了，方便。不过这里真正的精彩是当你想要给你的坦克安装自动装弹机时，在常规炮塔当中，自动装弹机呢只能在炮管完全水平，也就是0度仰角时效果很好。当炮管偏离这一位置时呢，自动装弹机可能就会遇到麻烦。于是常规炮塔通常是通过2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要么使用更为复杂的自动装弹机，能够在任何仰角下装填炮弹，要么就是在每次射击之间将炮管重新降至水平位置。第一种选择成本高昂，第2个选择呢并不理想。显然射击之后将炮管移开目标是一大劣势嘛。而摆动炮塔则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因为安装在上部炮塔内的自动装填机可以始终与炮栓对齐。好了，现在咱们来数数摆动炮塔坦克的各种优势啊。小巧快速，火力强大。难道它就没有缺点了吗？当然有了。虽然将炮塔分成2个部分带来了很多优势，但也有一个主要的缺点，这2个部分之间是有一个缝隙的。这就意味着带有摆动炮塔的坦克几乎不可能做到密封，于是它无法抵御自然环境的侵蚀，无法防水，最关键的是无法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和化学攻击带来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几乎所有现代坦克都能够通过出色的密封和先进的空调与过滤系统来应对。摆动炮塔无法达到同样的密封水平，因为这些旋转部件之间需要留有一定的缝隙，以保证其正常运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车辆受到毒气攻击或者是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坦克成员将会极其
极的脆弱，而人才是最关键的嘛。不论你的车辆多么优秀，如果你的整个车组成员被击倒了，那都将毫无意义。所以你看啊，归根结底，装备还是要以人为本嘛。白洞炮塔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以法国设计为先锋，如 AMX-13、潘哈德 EB2 和 AMX-50，许多国家都设计了自己的百动炮塔坦克，但实际上很少有进入服役的。所以时间来到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百动炮塔坦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说到二战的英国名机，第一个蹦出来的一定是超级马林的喷火，或者是霍克的飓风。但是这架飞机，虽然跟他们诞生于同一时代，虽然在很多设计理念和性能上都要甩他们几条大街，却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从正式启用到最终的退役只持续了短短的3年，连二战都没有熬到结束，它就先在1943年底提前结束了。时间实在是短到了留不下任何的印记嘛。那好，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架用 3D 打印出来的模型来讲讲它的故事了。本来有机会成为传奇战斗机的韦斯特兰旋风的故事。来，我们先来讲讲为什么说它有成为传奇的潜质了。看好了，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点。第一，拥有同时期最强的火力。这4根伸出机头的杆子不是别的正是4门口径为20毫米的机炮。当和它一同出现在空中的其他战斗机只能射出机枪子弹的时候呢，它已经可以每分钟向对方喷出270公斤的炮弹了。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火力压制都算是轻的了。第二，当别人还在用1台发动机的时候呢，它就直接挂上了2台，而且还是2台最新型号的12缸885马力、极其巨大的劳斯莱斯有损发动机了。你看这个发动机舱跟机身的对比正面看、侧面看，再从顶上来看。我的感觉说它是战斗的飞机，还不如说它是2个带着翅膀的战斗的发动机算了。因此，这就让韦斯特兰旋风拥有了当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爬升性能，以及出色的机动能力。在和喷火比起来时呢，更快、更灵活、更容易控制。不管是灭掉德国的轰炸机，还是护航自己的轰炸机呢，都会是得心应手好，那还有第3点座舱，它是第一架引入了气泡座舱盖的英国战斗机了，因此就为飞行员带来了相当出色的战斗视野。你看，综合起来，飞行性能好，战斗视野好，火力还很好。这架战斗机它没有理由不成名可事实偏偏就是它陨落的比谁都要快。怎么回事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它赖以生存的发动机上面了。劳斯莱斯的有损发展自它的前一代红隼，是一款相当出色的活塞式发动机，一共生产了4750台。从1926年开始呢，就应用在了很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身上。不光英国用，卖到国际上，德国人也在用很多后来在不列颠空战中出现的德国战斗机，比如大名鼎鼎的 Bf109，在原型机上面呢就有用过劳斯莱斯的红隼的。对了，其实韦斯特兰旋风的原型机用的也是红隼看来真的是很好用但是就在首飞成功，英国空军部迫不及待地想要下订单，为随时可能面临的战争做好准备时呢，韦斯特兰的工程师说：“再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看上了一款更新的发动机了。”它就是有隼了。为什么要用有隼呢？因为红隼的马力是700匹，但有隼则升级到了885匹，没理由不用更强劲的发动机嘛。于是英国空军部呢又等了他们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终于在1939年大笔一挥订购了2批各200架的韦斯特兰旋风。他们于是等待着这架英国历史上第一架双发重型战斗机能够让自己的空军一骑绝尘，打得德国人完全就找不到北可是他们等到最后也才等来了114架，其中还有2架是原型机。为什么呢？因为有2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这架战斗机的动力远不及预期。我们以上说的那些性能牛叉的地方，其实都是纸面数据真正到它在1940年开始交付的时候，问题才暴露了出来它飞得没那么快嘛，它的发动机不够稳定嘛，它的续航一点也比不过喷火嘛。尤其是到了高空性能掉的就特别厉害，所以它后来基本上都是拿来对付一些地面的目标了幸好这4门机炮还没有掉链子很多分析会说，那就一定是因为罗罗的有隼不够成熟造成的呗。对，你说它有问题吗？当然有但不一定有多大因为有一样东西之前被大家忽略了，螺旋桨。
在韦斯特兰旋风的第2架原型机上，工程师给发动机搭配的是来自于 Rotor 公司的螺旋桨，它工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等到了正式生产，螺旋桨则被换成了德哈维兰的。这个螺旋桨的叶片要比 Rotor 的稍微厚那么一点点，所以气动性能当然就是不太一样的啦。可是发动机的设置又没有进行调整嘛，于是就出现问题了。另外还有一样，一开始看起来挺天才的设计，后来被证明是拖了韦斯特兰旋风的后腿的，那就是这里了。你仔细看，在发动机舱和机身之间的机翼前缘部分好像是镂空的。对的啊，那里是冷却发动机的空气的进气口了。韦斯特兰的工程师之所以要这么设计呢，一是为了降低机身的阻力，二是它还可以为驾驶舱提供当时战斗机上都不会具备的加热功能嘛，一举两得，好不好呢？不好嘛，因为它要跟襟翼配合起来才能工作。当襟翼放下，发动机的散热性能就会下降，这既影响了飞机本身的性能，也影响了飞行员对飞机的操作逻辑。很多纸面上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实际上就很难实现了。第二个影响较大的原因就是油损发动机它太耗材料了，生产1台它所需要的金属可以生产3台梅林了。对的，就是在不列颠空战中起了关键角色的喷火战斗机所用的引擎了。在战争物资紧缺，在需要大量喷火在天上喷火的时候，劳斯莱斯当然会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到梅林上面，而不是油损上面嘛。所以油损只生产了301台，便永远就下线了。韦斯特兰旋风面临的是没有心脏可用的窘境了。你说它能不匆匆就结束吗？当然，也有人提议过能不能用梅林来换掉韦斯特兰旋风上面原本的油损呢？实际上是没有可能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架飞机基本上可以算是为这台发动机所定制的。既然要换发动机，那等于就是完全需要重新设计了嘛。而既然需要重新设计，干嘛不设计更好的呢？于是故事就终结了。好了，我们最后再简单的说一说我的这个3D 打印的韦斯特兰旋风了。你看，小的这架是1:200的模型。用光固化打印的，大的这架是我把它放大1倍之后用熔融沉积打印出来的。精度方面，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尤其是越细的地方越能够体现出来。比如说这4门机炮了，光固化打印出来的就真的是相当精致了啊。所以3D 打印嘛，还是要看你的具体需求来选择具体的打印方式和机器的。熔融沉积的呢，我之前讲了2期，后面咱们就来聊聊光固化。好吧，继续关注，一起期待，拜拜。炮弹到底是尖头好还是钝头好？到底是带炸药好还是不带炸药好呢？这看起来会有争议吗？好像没有吧。既然是炮弹，肯定是要炸才好啊。既然是飞在空气当中，自然是尖一点的流线型才更好呀。但是坦克穿甲弹并不是这么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坦克穿甲弹。既然是穿甲弹，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了，穿透装甲。不管你是坦克装甲、战车装甲还是攻势的装甲，总之我就是要用我强大的动能来暴力的把你给撕破，大力出奇迹，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但装甲也不傻呀，没理由白白等你来穿啊，所以他也在变着花样给穿甲弹制造麻烦。于是矛和盾之间的你追我赶呢，就这样携手前行，硬是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把穿甲弹活生生的从一枚炮弹逼成了一只飞镖。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穿甲弹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变过程。身子是越来越细了，头也越来越尖了，到了后面尾巴也像飞镖一样长出来了。但是等等，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头从来就没有钝过呀。那我们一开始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尖头只是为了提高穿甲弹在空气当中飞行时的气动性能的一个部件，它叫做风帽，很软，一碰就塌，是不会参与到穿甲的过程的。真正去穿透装甲的叫做弹芯，而它的头部是这样的造型。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要从穿甲弹和装甲的交手过程说起了。装甲本身是有个实际的厚度的，叫做物理厚度。为了抵御住穿甲弹呢，当然是越厚越好了。但是越厚也就越重也越贵呀。后来人们就发现我不一定非要增加物理厚度才能够增加穿甲弹的穿透厚度我只要把装甲斜着放和飞过来的穿甲弹呈现出一定的角度，就能够增大它需要穿过的厚度了。这个呢叫做装甲的等效厚度。理论上倾斜的越多这个等效的厚度也就越大。但是考虑到坦克内部的空间和布局呢，它也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好了，来到了穿甲弹那边，你以为它只是遇到了一个穿甲厚度的问题吗？
不是，是2个问题，厚度算一个，跳弹算另外一个。什么是跳弹啊？就是本应该穿过装甲的穿甲弹呢，却被装甲给弹飞了。而这个呢，恰恰就是尖头惹的祸了。从弹头接触装甲的受力分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蹊跷来了。当穿甲弹撞击装甲时，弹体会受到2个方向的力的作用，一个是垂直于装甲表面的法向力，另一个呢是平行于装甲表面的切向力，两者的合力才是弹体真正的受力。当穿甲弹是个尖头的时候啊，由于尖头的下缘首先跟装甲接触，所以它在法向上的受力呢是要远大于切向上的受力的，合力的方向就比入射线更高了。在这样的作用下呢，它的运动轨迹就开始往上飘了。即使还能穿进装甲呢，也要走过更长的距离，最后带来的杀伤效果嘛，自然是大打折扣了。那要是再悲催一点啊，就是直接跳飞了，白白浪费了一枚穿甲弹不说，还给敌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怎么才能把它从往上飘拽下来往下钻呢？让切向受力大于法向受力啊，这样它们的合力就是低于入射线了，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转正效应的结果，帮助弹头走了一条捷径，更有可能去穿透装甲了。而盾头的外形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啊，当穿甲弹碰上装甲时，恰好被自己那盾头的底部给磕了一下，就没有稳住，要往前翻倒了，屁股于是翘了起来，整根弹体呢也就转到了和装甲较为垂直的角度上。这不正好就是完美的打击角度吗？所以啊，很快穿甲弹就从早期的尖头变成盾头了，同时也去掉了后部装着的炸药。因为人们发现啊，一旦穿甲弹穿透装甲，其自身所打出来的金属碎片呢就足够有杀伤力了。与其去考虑增加它穿透后的效果，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它穿得更透这件事情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幕的打怪升级的场面。盾头戴上了风帽，以便降低风阻，提高射程。风帽下面再被扣上了背帽，以便保护负担主要穿甲任务的弹头免遭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的非军事装甲的破坏。而要让弹头穿甲穿得更深呢，就只能让它飞得更快，重量轻一点，不就能飞得更快一点了吗？于是咱把力量都集中到穿甲的核心弹心上，只在它身上使用高密度、高强度的材料，至于外面包裹住它的嘛，就可以用一些较为轻质的材料了，以便在使用相同火炮来发射时明显提高出速度。既然弹心外面的部分在穿甲时完全就帮不上忙了，干嘛不把这部分的重量也省了呢？让它拖住弹心飞出炮管后立马就脱落，不是更好吗？于是穿甲弹来到了脱壳的阶段。接着人们又发现，要是这根弹心又长又细，也就是专业上所称的长径比越大的话，它的穿甲能力也就越强。于是就开始把脱壳后的弹心往细长方面做了。与此同时啊，为了提高它的飞行稳定性和精度呢，又给它加上了一个尾翼，让穿甲弹最终来到了现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成为了一个最不像炮弹的炮弹了。好了，这就是穿甲弹的大概原理和发展历程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啊，这对矛和盾是如何相爱相杀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身上的一个矛盾，就是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精力，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而非要内耗在彼此的争斗上呢？这个真的有意义吗？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这无法避免，其次这还真的有意义。人类的本性啊，就是资源占有，在总量不可变的前提下呢，只能是你多我少，那怎么办？打呗，打就要发展军事。你有一个好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盾，这才能平衡嘛。而且呢，还要不断去升级这种制造平衡的装备才行。于是科技就得到了发展。所以啊，没有欲望，没有占有，没有好斗，哪能有如今的智能化生活呢？这些东西啊，最早不都是为了军事目的吗？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只是谁也不希望它失去平衡罢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米勒上尉和队员们已经用光了弹药，但德军还是在向前逼近，怎么办？此时呢，只见瑞恩拿起一枚迫击炮弹，拉掉弹头上的一样东西，然后用力磕了一下，递给米勒上尉。米勒上尉随即将其扔出，砰的一声，炸得德国人血肉横飞。所以，迫击炮弹真的是可以像电影当中这样临时被当成手榴弹来使用的咯。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答案是，尽管看起来像是做了戏剧化的处理，但事实上，电影中的这种60毫米迫击炮炮弹的确是可以在磕一下之后当手榴弹扔出去的，而磕一下的目的是为了解除炮弹的保险。二战当中的美军使用的 M2 迫击炮炮弹上面装着的都是一种称之为撞击式引信的非延式引信，它被设计来只要是撞到了坚固的表面就会立即爆炸，比如装甲建筑物、岩石等等。但有的时候战斗会发生在踩得稀烂的泥地里面，迫击炮炮弹在落到了软塌塌的淤泥当中之后，撞击的能量被有效吸收，很有可能就不会触发引信爆炸了，这可不好啊。所以结果就是 M2 的撞击式引信被设计得非常敏感，只要稍微有点冲击呢就会爆炸。但为了防止还没有被发射出去就被撞炸，炮弹上于是就设置了2道保险：安全插销和惯性击针保险。它们正好对应电影中瑞恩手上的2个动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当安全插销还没有被拉下时，它的一头会插进惯性保险 A 的这个孔里面，限制了惯性保险的运动，所以此时不管怎么碰撞，甚至是将其丢到发射筒当中，迫击炮炮弹都是不会爆炸的。当拉掉了保险插销之后呢，惯性保险的运动限制就被解除了。随着炮弹滑入发射筒，与其底部发生碰撞，惯性保险 A 就会很自然的在惯性作用下后坐，使被 A 卡住的 B 横向弹出。而一开始被 B 挡住的 C 也就可以向前弹出了。于是本来是错位的击针 D 发火孔 F 发火筒 E 变成3点一线对齐了。当炮弹出地，击针就可以随着惯性顺利的穿过发火孔，刺破发火筒，引爆炸弹了。整个过程有点像是层层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最重要的是倒下的第一块骨牌，在这儿呢就是那个惯性保险 A 了。既然解除它要的只是惯性，那么不管是让它滑进炮筒，还是用手往下一磕，都是可以的。这是2战当中的迫击炮炮弹。让我好奇的是，如果米勒上尉穿越到现在，用今天的迫击炮炮弹，还能够像这样操作吗？答案是不能了，因为上述的这种引信已经被淘汰了。它虽然工艺简单，可靠性好，但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就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的，有的时候发射要受潮，或者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炮弹出膛没有飞几米就落地了，它也是照样会炸的，并没有区分敌我之说。那该怎么解决呢？向航空炸弹学习嘛。大家还记得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到的炸弹上的小螺旋桨吗？跟这个类似啊，现代的迫击炮引信当中装着的是可以旋转的涡轮。当炮弹发射出去之后，气流会带动涡轮旋转，然后旋转的涡轮再带动下面的线圈发电。只有当涡轮转够了一定的圈数，发出的电到达了一定的电压，才会让电磁装置解除保险的。这个时候的迫击炮炮弹就相当安全了。只不过呢，咱们的米勒上尉可能就要失望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你发现没？迫击炮上也是有瞄准镜的，而且在开炮之前，炮兵还会装模作样的瞄上一阵子。我就纳闷了，迫击炮不是打抛物线的吗？迫击炮不是打小山丘后面的目标的吗？迫击炮它不是把自己藏在掩体里面的吗？很多时候它根本就看不到目标，那装个瞄准镜瞄啥呢？原来迫击炮上的瞄准镜是不需要瞄准目标的，哪怕瞄的是旁边的一根杆子，也是可以准确命中目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迫击炮瞄准的知识。第一步，先准备一门迫击炮。这个有点难哦。我也没有。那咱们就一本正经的开始纸上谈兵吧。迫击炮采用的瞄准方式叫做非直接瞄准。假设目标是 A， 迫击炮是 B， 由于 A 被挡住了 ，B 看不到，所以 B 就瞄着 C 开炮，然后 A 就被击中了。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啊？按照我们的通常理解呢，不是应该瞄哪儿打哪儿吗？怎么会瞄着 C 却让 A 躺着就中弹了呢？原来我们理解的这种方式叫做直接瞄准，瞄准方向和射击方向是始终保持一致的。而非直接瞄准嘛，瞄准方向和射击方向就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那么该瞄哪儿呢？非直瞄的方式其实有挺多的，我们今天只讲其中比较好理解的2个，一个是瞄准观测站的方向盘，另一个是瞄准一前一后的2根标杆。方向盘 aiming circle 在这儿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并不是我们汽车上面的方向盘，它更像是建筑工地上用来测绘用的经纬仪，是用来测量方位角的。方向盘一般设置在迫击炮的前方，可以同时看到目标和我方阵地的地方。先用它来瞄准目标，得到基准射击方向，然后再把它转动来瞄准我方迫击炮的瞄准镜。此时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基准射击方向同方向盘与迫击炮连线之间的夹角，这个夹角叫做分划。我们假设它的大小是 A，
接着，观测站把这个测得的分化报告给迫击炮阵地，迫击炮瞄准手拿到这个分化之后，就可以先把自己的瞄准镜上的分化设定到这个数值。你可以理解为在设定完之后呢，瞄准镜的瞄准方向与炮口方向的夹角就变成 A 了。然后他再用瞄准镜向方向盘去瞄准。根据简单的几何常识，我们就知道此时的炮口方向自然已经同基准射击方向平行了。迫击炮射击当中的一项重要数据方位角已经解决了。但是好用是很好用不过实战中的迫击炮呢，要的就是灵活轻便，非要打上个方向盘，既降低了反应速度，又容易暴露自己，有点不太划算所以迫击炮通常是不用这个方法的，而是改用2根杆子。这2根杆子是拿来瞄准目标的，相当于是确定出了基准射击方向。这个方法叫做双标杆瞄准法，它们会被插到能够看到目标的地方，然后迫击炮呢就架设在它们后面的掩体内，或者是有助于隐藏自己的凹坑里。不过得要保证从迫击炮的瞄准镜里面是能够看到这2根杆子的。接着呢，就用瞄准镜来瞄准前面的那根杆子，在瞄准的同时，炮口和瞄准镜一定要是一起动的。瞄准好之后，炮口停下来，继续让瞄准镜去瞄准后面的那根杆子。于是瞄准方向就同射击方向之间有了一个夹角，假设它是 B。接着呢，再用瞄准镜回过头去瞄准前面的那根杆子。而在这一次的瞄准过程当中，炮口需要跟瞄准镜一起动起来。当它最终停下来时，对着的方向应该就是2根杆子瞄着的敌人所在的那个方向了。真这么巧吗？其实从图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也是利用了几何当中2条线段在被第3条线段穿过之后，如果所形成的同位角相等，就说明这2条线段是平行这么一个公理的。但这里面有个 bug，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那就是2根标杆和迫击炮之间的位置安排是有玄机的。简单说，它们得要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才行。至于为什么呢，我就交给你自己来思考了。你只需要在纸上画一画就能够明白了。好了，这就是2种用于测量射击方位角的瞄准方式了。但光是这样还不能发射炮弹因为迫击炮还需要知道高低角，然后根据所使用的弹药来达到正好的距离上，那就还需要测距了。既然都讲到这儿了，那我肯定是要把你教完整测距可以用到拇指测距法，伸出你的一只手臂，给我点一个标准的赞，然后眯起一只眼睛，在需要测距的位置附近找到一个你大概能够估计出宽度的东西来，让大拇指跟它的一头对齐。接着呢，手不要动，换另外一只眼睛眯着看，大拇指的位置移动了，把它在你的参照物上移动的距离乘以10，大概就是你离目标的距离了。举一个例子在远处停着一辆公交车，当你眯起左眼时，看到大拇指位于车头的位置，而眯起右眼时，看到大拇指正好跳到车尾了。根据我们的经验，一辆公交车的长度大约在10米左右，那么这辆公交车离你的距离大约就是100米了。这个呢，同样也是用到了几何当中一条非常经典的公理：2个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成比例。我们的瞳距与手臂长度的比例大约是1:10，所以它的相似三角形的底与高的比例也就是1:10了。而这个相似三角形的高，不就正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目标距离吗？好了，这下距离也知道了，所以就可以把迫击炮的高低角也设置好，我们终于可以对准目标开炮了。你学会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亲手摸一下陆战之王 VT4是什么感觉呢？爽，然后再踮着脚尖看看 VT5的105毫米炮口粗，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在绝大多数坦克主炮或者是自行榴弹炮甚至是舰炮的炮管中间都有一个鼓出来的包，就像这位老哥摸着的地方。如果这里看的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 M1A1 上的鼓包是足够明显了。所以它是做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开炮呢是需要燃烧火药的，而燃烧火药都是会冒烟的。小男孩都会做一个很酷的动作，就是吹手指，然后想象自己正握着一把酷酷的手枪，正在吹掉开枪之后从枪口冒出来的硝烟本质上呢，不管是枪管还是炮管，都只是一个2头开口的管子而已。所以这个烟子呢，它既可以从炮口跑出来，当然也是可以从炮尾跑出来的啦。要是不注意的话，就会被呛到够呛当然这在与自然直接相通的 M110自行榴弹炮上呢，不是个问题，你顶多躲一下就好啦，一阵小风就把它给吹散了。但是
如果炮尾是被装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比如坦克里面，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不仅会让炮塔直接变成毒气室，也可能因为在残留着火星的高温废气排入后，引爆炮塔里面储存的弹药，直接就跳过慢性死亡的过程了，相当危险啊！所以是要绝对避免的。于是这个东西呢，它叫做火炮抽气装置，就是负责让开炮之后产生的烟雾只从炮口一个方向出来的。听起来很高级，是不是？但其实它特别的简单，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活动的部件，基本上就是把一个直径比炮管略大的罐子扣在了炮管上而已，只不过需要在被它扣住的炮管上斜着钻几个小孔而已。它是这么工作的。当爆炸的高压燃气推着炮弹飞过这几个钻在炮管上的小孔时，燃气会顺势压入到抽气装置的罐子里面，临时储存起来。随着炮弹继续前进炮管里面的压力开始下降了，直到它最终飞出炮口，炮管里面的气压呢就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大气压了。但是此时抽气装置罐子里面的气压还很高所以它就会像是一个打开了的高压气瓶一样，管你炮管里面还剩些什么东西呢，都一股脑的给你吹出来了，正好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且即使此时炮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炮膛准备装弹，由于里面是负压，所以它只会从炮塔里面吸气，而不是往炮塔里面吹气，也是安全的。难怪它几乎就长在了所有坦克的炮管上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比方说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就没有见到这个东西嘛？难不成他们的炮管是不抽烟的吗？那是俄罗斯的 T14阿玛塔坦克，它的炮管呢的确是不抽烟的，因为人家的炮塔里面是没有人的嘛。但至于勒克莱尔它是要抽烟的，不过用的却不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装置，而是另外一个专门的吹气装置，会在每次开炮后呢单独开启，把烟子给吹出去，所以相对来说呢就稍微复杂了一点，但似乎并不影响原本就喜欢复杂的法国人嘛。好了，最后呢考大家一个问题是谁发明了这个既简单又好用的抽气装置呢？2选1，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呢？留下你的答案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来看这个视频，一辆豹二坦克正在开炮，注意看它接下来的动作，炮口抬高了一下，然后再落下，又继续开炮了。所以这个抬炮口的动作是在干什么呢？是为了抬高之后方便把炮管里面的烟雾给释放出来吗？但你看使用同一门火炮的埃布拉姆坦克呢，在开炮之后却完全就没有这个动作，难道它就不用吹烟了吗？肯定不是那么就另有答案了。其实豹二把外面的炮管抬起来呢，是为了方便里面的，因为此时呢，炮塔里面的炮手正在紧张地从他身后的弹药仓里面取出炮弹，扛起来，转过身，再小心地塞进炮尾。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并不复杂，但是当操作对象是一个重达25公斤的玩意儿时，就应该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省力了。显然，把它抬到腰部和抬到胸部所用的力气是不一样的。这是豹二炮塔内拥挤的画面，可以看到炮尾其实已经离后壁相当的近了，以至于炮手只能站在侧面来操纵火炮，而且他的站位还非常的矮，炮管的高度呢都已经快到他的肩部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装弹，即使换成斯瓦辛格，估计也坚持不了太久的。他有可能进不来估计到了胸肌那儿就会卡住的。所以豹二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管炮管瞄着哪边打，只要是需要换炮弹呢，都会把炮尾给降到一个固定的低位的。所以在外面看起来呢，炮口不就抬起来了吗？它叫做定角装弹。可美国的埃布拉姆为什么不用呢？人家空间大，炮手还站得高嘛，所以就可以站到炮尾的后面，只用把炮弹抱到及腰的高度就能塞进去了。这样再动炮管的角度呢就没有太大必要嘛。它叫做任意角装弹。从装弹效率和发射速度来看呢，肯定是要高于豹二的。但你会不会奇怪既然他俩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蓝银金属120毫米滑膛炮，为什么在装弹方面却有着这么大的区别呢？先放2张对比照片，看看你能不能自己悟出点啥来。好，从炮塔外面来看呢，埃布拉姆的炮管是不是明显就要比豹二 A5 的更长一些这个跟他们火炮耳轴的安装位置有关。耳轴就是火炮上下转动时绕着的那根轴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如果把耳轴尽量朝炮塔的前面放，自然就能够为炮塔的内部省出更多的空间了。豹二和埃布拉姆都是这么干的，或者说在早期的豹二上是这么做的
不过，由于早期豹二炮塔的装甲呢并不厚，即使是把耳轴紧贴着炮盾来安装，也会有一大截伸在炮塔内，所以只能在一开始就很无奈地选择了抬高炮管的定角装弹。另一边，埃布拉姆的炮塔则从一出生就皮糙肉厚，所以火炮的耳轴就能放得更靠前，内部空间就显得富裕很多了。好吧，如果一开始有差别还说得过去，但是当豹二都发展到了 A5， 它的炮塔装甲也已经明显变厚了不少啊，为什么还不重新设计一下，把耳轴往前移呢？估计就是为了省钱了啊！其实后续的 A5、A6 沿用的还是 A4 的那个基础炮塔，只是在前部挂上了附加装甲，让炮塔显得更长而已。看起来啊，德国人果然是很老派啊，是要把抬头的传统进行到底啊！为什么战列舰通常都会选择主炮齐射，而不是轮流射击呢？是因为瞄准实在太难了。先不说什么己方和敌方的方位变化率、距离变化率等更复杂的问题，就算大家都不跑啊，单单是要计算海浪颠簸对于射击的影响，就不知道烧坏了多少个聪明的脑袋了。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套方法，把这些瞬息万变的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出了一套射击参数。你说你不得拿去大家共享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就是它了。所以啊，海浪颠簸究竟会对舰炮射击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克服它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你大概很难意识到啊，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只其实是跟飞机一样，其姿态在3个维度上都会受到水面的影响的。它们分别是横摇、纵摇和偏航。为了给你解释清楚啊，我专门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简单到船身上只有这么一门停留在18世纪的大炮，但它演示起来特别好用，所以千万不要介意哦。好了，我们来看看啊。所谓横摇，就是指船身以首尾相连的中轴为中心，这么左右摇摆，看起来呢就是左舷和右舷轮流上下运动。而纵摇呢，则是从船的侧面绕着穿过它的中心位置的一根轴来摇摆，表现起来呢就是船首和船尾的轮流上下运动了。最后一个偏航可以从顶视图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船首和船尾绕着垂直穿过船身中心的那根轴左右运动了。所以船在水里面前进的路径呢，其实是个螺旋形的。好了，这对开船呢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却对开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当我瞄准目标后，要是战舰一摇，弹道不也随之就跑偏了吗？怎么办呢？只有实施补偿了。但补偿的前提是要准确的知道炮弹是如何跑偏的，以及跑偏了多少才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简单的，那就是当炮管的水平方向完全垂直于舰身。当然，要是它完全平行于舰身呢，也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常见啊。此时呢，战舰还是会横摇和纵摇，但是它们只会在设计的俯仰角度上对我们的精度造成叠加。比方说，在我们已经设定好了一个设计的俯仰角度后，如果船舷摇高了，炮弹就会落得更远；而船舷摇低了，炮弹则会落得更近，都无法准确的击中目标嘛。怎么办呢？那就在瞄准的时候将战舰横摇的角度考虑进去嘛。它摇高了，我们就在俯仰角上减掉横摇的角度；摇低了，我们就加上横摇的角度，不就好了吗？这下炮口就能始终对准目标了。接下来呢，解决的就是要知道这横摇的角度了，对吧？在早期，它基本上只能靠经验。就是炮手先往远处的水平面一看啊，然后再马上转低视角来看看自己所在的甲板，想象一下它的延长线，再判断一下它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概有多少。这个呢，就是此时战舰横摇的角度了。显然啊，这个主观因素太大了嘛，所以设计精度简直参差不齐啊。后来就有人想到了钟摆，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吊在绳子上的重物呢会始终指向地心。如果它跟垂直于甲板上的支架产生了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必定就是舰船横摇的角度了。这下准确了不少了，但是升级还在继续，最终就来到了陀螺仪这儿。因为陀螺仪的定轴性让它怎么都不会受到船身摇摆的影响，而且读取数据还更加的容易。再配合上由液压控制的炮管俯仰角调整装置，从此啊，单纯的横摇就压根儿不是什么事了。但是随着冶金、造船、火药以及战术上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战列舰可并不完全只会将炮口对准自己的侧面哦。你看，炮塔是可以旋转的，它既可以打3点钟和9点钟的方向，也可以打4点、7点、10点嘛。于是啊，炮塔的方向并不垂直于船身后呢，单纯的横摇就变得一点也不单纯了。它不仅会影响到炮口的俯仰角，也会影响到炮口的方位角。
怎么影响的呢？我们还是来拿这个模型举例啊。先把炮口的俯仰角呢调整到30度，方位角调整到45度。假如此时的炮口呢就正好准确无误地指向目标了，但不巧啊，剑身却突然横摇了起来。比方说它向右倾斜了30度，我们来看看炮口的指向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看，完全就变了吧？不光是在俯仰的高低上，在左右的方位上也变掉了。此时，如果想要把炮口指向重新调整回来呢，就得要在2个维度上同时补仓才行。我们来试试啊。先调整方位角，先大概调整到这个角度吧，再调整一下俯仰角度。好，来对比一下，好像还不够啊，那再重新调整一下。这下好像差不多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当现代战舰的炮台可以自由转动后，反而给开炮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它不仅需要在多个方向上都准确的测量由摇摆带来的角度变化，还需要快速的带入这些数据来对修正量进行计算。如今智能化的火控系统当然是可以 hold 得住的，但是在那个巨舰大炮的时代，计算机都还在手摇呢，算一次多不容易，不起色怎么能对得起解算员呢？对了，当时那些里面装满了各种齿轮、轴承、转盘、铰连的机械式火控计算机呢，也十分有趣啊，就是太复杂了。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的话，就留言给我。呼声够大的话，我就硬着头皮去研究一下呗。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爆炸会产生冲击波，但其实开炮也同样会产生冲击波。它的威力有多大呢？能够团灭一整艘战舰。1944年啊，二战已经到了后期，但此时的太平洋上呢，美国和日本还在血战到底。10月20日，美军开始了他们进攻菲律宾的计划，因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呢便爆发了。日军其实对此早有准备，他迅速将巨型战列舰武藏号编入了其主力舰队，试图突入美军的阵地。武藏号啊是日本大和级战列舰的2号舰，其满载排水量呢超过了7万吨，为当时战舰之最。而另外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就是其配置的3座3联装，共9门口径达到了460毫米的巨炮了。相比之下，美国的伊阿华级战列舰呢，主炮的口径只有406毫米，比人家足足少了50多毫米啊！但是就是这9门无敌主炮，马上就要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了。10月24日，在奔袭中的日军舰队突然就遭遇到了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猛烈进攻。这其中呢，巨大的武藏号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被美军重点照顾了。不过众所周知啊，此时的武藏号上，但凡是能够找一点空隙的地方呢，都被塞满了防空炮塔，所以密集的炮火也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啊。尤其是日本还有一样奇葩的武器，那就是他那9门460毫米巨炮呢，不仅可以对舰，还可以拿来对空。他们可以发射一种叫做3式弹的特殊炮弹，在把发射药填满之后啊，这种重达1吨多的炮弹可以被发射到1万米的高空，爆炸之后产生的1200枚燃烧弹能够覆盖周围120到150米的范围，不仅可以打乱敌机的编队，还因为其十分可怕的炸开场面，在视觉上也能起到足够的震慑效果。于是，在遭遇到美国军机的突袭之后呢，武藏号就在他们还离自己有20公里的时候呢，便首先用主炮轰了一轮烟花上去，接着在全员高射炮就位，与逼近的美军机群进行肉搏。这样他就勉强撑过了第1波空袭。虽然已经被数枚炸弹命中，甚至还中了鱼雷，但是高炮依然还是可以继续的突突突。接着美军的第2波空袭来临了。日军指挥官呢，准备继续沿用之前的战术，也就是先开460毫米主炮，用3式弹打出弹幕，进一步震慑美军飞行员，然后再用高射炮来支出近防网。但是啊，在拉响主炮开炮前的警报时，很多高射炮炮尾的射击其实是还没有停下来的，所以巨大的轰鸣声呢，直接就把警报声给吃掉了。打了鸡血的高射炮手此时还在继续的对着天上突突突，然后主炮就开火了。炮声过后一片安静，刚刚还在往外喷火的高射炮齐刷刷的闭嘴了，炮塔上的人也不见踪影了。他们去哪儿了？原来啊，他们是被主炮开炮时产生的炮口风暴烧到海里面去了。不光人没了，就连高射炮上的光学瞄准具呢，也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破坏。武藏号上的防空力量瞬间腰斩，很快便在美军的集群攻击下沉没了。所以
什么是炮口风暴？为什么武藏号在第一次开炮的时候没有受到炮口风暴的影响，第二次却几乎被灭了门呢？炮口风暴又究竟会对战舰造成多大的破坏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在这儿呢先暂停拉个关注。如果你喜欢我讲的内容，就千万不要吝啬把你的赞点亮哦。长按大拇指呢还会升级成强烈推荐，战斗力翻倍，鼓励值飙升，相当于就是给我打了一针鸡血，可以让我更卖力的给大家讲好玩的内容了。好了，回到炮口风暴，它是火炮开炮时以炮口为中心点产生出的一个爆炸冲击波。这张美国海军爱荷华号战列舰在一次演习当中9门主炮侧向齐射时的照片，把炮口风暴的威力呢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你看到那片巨大的凹下去的海面了吗？那就是被球形的冲击波给击下去的。在炮弹离开炮管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直在堵着后面的由推进剂燃烧后所产生的大量高压燃气的东西。这个时候呢，爆炸的威力还没有体现出来啊，直到炮弹离开炮口，塞子没了，憋着一肚子气的高压燃气才在瞬间喷涌而出，带着巨大的能量，以超音速的冲击波形式呢，迅速扩散开去，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甚至通常情况下，它还会快过炮弹本身，以至于对炮弹的飞行动力学都还要产生影响呢，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啊！战列舰上的主炮呢，口径都无比巨大，可以想象这样的炮口风暴就更加明显了。有记录显示啊，当年英国海军罗德尼号战列舰对战德国海军俾斯麦号时，就因为自己主炮所带来的炮口风暴，对船体造成了不小的损坏。比如整艘战舰卫生间里面的水管都爆裂了，船首的甲板呢也破裂了，连很多地方的横梁呢都被震断了，多个舱室被淹，设备松动，家具也飞得到处都是，简直是现身说法的告诉我们怎么通过开炮来自己玩死自己啊！不过很奇葩的是，这种损坏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影响到罗德尼号的战斗力，它竟然为英国海军击败俾斯麦号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罗德尼号呢是个特例啊，因为它受到了吨位限制，所以船体用的钢板比较薄，才会这么惨。其他的战列舰呢就要比它好多了，至少舰体本身并没有像它这样伤得这么深。但至于舰体上的其他东西嘛，就不好说了。美国的2艘战列舰南达科塔号和华盛顿号都曾经因为开炮时过于专注，有过把停在舰尾的水上飞机给直接震到海里面的情况。而到了武藏号这里呢，它装的可是比美国人口径更大的460毫米主炮，那肯定会带来强烈的多的炮口风暴啊。但到底又能强烈到哪儿呢？干脆做个实验好了。于是日本人就在1942年武藏号刚刚建造完毕之后呢，进行了一次火炮试射。他们先是清空了整个甲板，然后在上面放上很多装有焊塔的笼子。在9炮齐射之后，他们的眼前是这样一番惨烈的场景啊！一半的笼子被炮口风暴吹飞了，剩下一半的笼子里面焊塔也是非死即残，可见威力相当惊人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武藏号上的高射炮位都被设置成了带有装甲板防护的全封闭式的，这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但是从1943年起，美军的空袭呢越来越频繁了。为了应对这个威胁啊，日本人不得不见缝插针的又在武藏号上增设了很多座高射炮台。因为空间有限嘛，这个时候的装甲防护呢就装不上了。那接下来在操作高炮的时候，要是主炮开火，岂不直接就暴露在了炮口风暴之下了吗？于是日本人又想了一招，在每个炮位上都安装一个开炮警报器。一旦警报拉响，高射炮手便要立刻撤回舰内，同时还不要忘了把高射炮上的瞄准镜一起拆下来带回去才行啊。1944年的10月24日呢，武藏号在第一次对天齐射烟花的时候，拉响的警报声响彻全舰，所有人于是都安全的躲起来了。但是第2次嘛，由于高炮射的震撼，哪里能够听得见什么警报声呢？于是上一秒还在激情万丈，下一秒就直接见了龙王。美军战斗机上的飞行员估计也是吃了一大惊的。好了，这就是炮口风暴。舰炮有，坦克炮有，榴弹炮有，就连迫击炮也是有的。你有没有亲身感受过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